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呢？买了塔罗牌，却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看了很多影片，翻了很多书，还是听不懂牌在跟你说什么。有的时候甚至会怀疑是不是自己没有天分。其实啊，你缺的不是天分，也不是许多零碎的资讯，而是一套温柔有系统的学习地图。这个就是我为你设计的米娅的22堂塔罗线上占卜课程。这22堂课呢，不只是教你怎么解牌，而是教你如何真正的跟塔罗牌产生连结，听懂它想要告诉你的讯息。更特别的是，我把吸引力法则的概念融入到整套教学之中，帮助你转化内在限制性信念，打开能量流动，吸引你真正渴望的爱情跟财富。这堂课总共有4个章节，22堂精心设计的内容，从基础观念、解牌方法到实战演练，一步一步的带你掌握塔罗，开启你跟宇宙之间的能量通道。第一章，踏上塔罗的魔法旅程，学会挑选自己的牌卡，认识塔罗牌的起源，了解大阿尔科纳还有小阿尔科纳的差别，还有怎么跟你的牌卡建立专属的灵性连接。第二章是解牌的核心技巧，逐章解析每一张牌的意义。重点呢不是死背牌意，而是让你学会运用直觉，每一次抽牌都能够精准的掌握宇宙给你的指引。第三章进入到实战应用的部分，3张牌、5张牌，爱情、事业各种问题，用真实的案例带你实际演练，帮助你清楚的读懂牌意，做出温暖又有力的解读。好，第4章呢，也是整门课的一个亮点哦。塔罗牌结合吸引力法则，帮助你启动丰盛能量。塔罗牌不只是解答问题，而是成为创造人生的强大工具。这是一堂线上预录课程，影片从4月30起陆续上架。购买之后呢，你会有1整年的观看期限。如果你在影片上架期间购买的话，观看期限会从全部影片上架完毕之后才开始计算。想学塔罗，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点选下方链接，一起展开这段魔法旅程吧。Hello，选到第一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蜜雅。那我们今天呢，要来帮第一组的朋友看一下未来3到6个月，你们会有什么样子的惊喜转变？你们会有什么样子的蜕变哦？你们正在显化什么样子的未来？好，首先来看一下你们的主牌能量哦 ，Stage Spirit。你们抽到的是雄鹿的灵魂哦。好，它的脚啊，它这个脚非常的漂亮，非常的美丽哦。这一组的朋友啊，我觉得其实在接下来3到6个月内的时间啊，是你站上舞台的时候，有点像是你从幕后走向幕前去表现真实的亮丽的你自己。那这个我觉得可能也是你内心的一个声音，你其实有很多想要去表达跟呈现的部分哦。那你们为什么会抽到这张牌呢？我觉得可能过去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是属于比较静默的，你们并不是很喜欢那种很无意义的、很八卦的那种交谈，甚至当人群很多、能量很杂乱的时候啊，你们就会想说啊，为什么我要在这里？或者说我好想要回家哦。可能你们的身体就会变得很僵硬，特别是到了你不喜欢的能量场，或者是说这个场合里面哦，有你不喜欢的一些物件，或者说让你不舒服的人的话，其实我觉得你们的身体自然而然的反应就是会比较僵硬。但是呢，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并不是不喜欢舞台哦，而是喜欢你自己设计，或者说喜欢适合你的一个舞台。过去啊，很可能你们不见得会把自己内心的一些话，或者说内心的一些想法去大张旗鼓的宣扬，或是跟很多人说，因为你们
要待在一个适合的安全的环境中，我觉得你才会很自然而然的去阐述内心的想法。可能过去你觉得适合的环境就是你的家啊，你跟你的猫猫狗狗，或者是对着植物讲话，或者是说你的小玩偶，或是某一个你很信任的一些知己或者说伴侣等等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啊，现在你的能量是要把你的舞台扩大。这一组的朋友啊，有一些外人第一次认识你的时候可能会觉得你很安静，但其实你们的内心戏很多哦。也许你只是看着窗外的行人啊，或是看着窗外的雨，听着这个雨声啊，你内心就可以去想象，或者说编导出一个剧本，或是你对于某一些细节有一些莫名的执着或是坚持，你有一些原则，觉得说这个东西就是要这样放，或者说这件事就要这样处理，或是你对于诚实或是其他的概念，你是有一个莫名的坚持的。那只要没有照着这样子的方式走，你就会觉得不大舒服，或是不大对劲，整天都怪怪的。还有可能你在跟某些人对话之前啊，你内心已经会想好一些剧本，好，他这么回应的话，我有什么样子的方法来回应他可能会有哪几种反应，那我要怎么一一的去回应跟讨论呢？那如果对方突然神来一笔，然后不在你的规划内，你就会有一点好像乱了套。其实你们不大喜欢就是好像被乱了套的感觉，你喜欢生活是一个比较有秩序感有节奏感的能量哦。还有这组的朋友啊，我觉得可能过去特别是有一小部分这一群的朋友啊，你会觉得你其实不是很擅长去融入人群，或是有一些朋友你觉得你其实想要融入人群，但是好像又觉得在某一些群体中格格不入，或是有一点脱节的感觉，就是他们说什么话其实听不懂，频率也不一样。但这个并不是说你有问题，而是可能这个环境并不适合你。然后如果你们长期待在一个不适合你的环境，可能因为害怕被误解，或者说不擅长这种无意义的社交而压抑自己情感内心的需求。那今天呢，我觉得宇宙听到你们的召唤了，因为你们抽到的这张牌它是非常非常有力量的。其实这一组的朋友啊，虽然你们有时候可能比较喜欢独处做自己的事情，可以很专心的做自己的事情，但是你也希望你自己的声音被听见，你的价值是可以被认可的。所以这张牌其实反映了大家内心深处的愿望哦。我觉得你们会有一些突破，也许是突破一个社交的环境或是社交圈，去找到某一种属于自己的方式，勇敢的去展现你自己。宇宙会给你们这张牌的能量，就是说它其实看见你的潜质哦，你并不需要改变你的本质，你只要勇敢的跨出去，踏出去这一步哦，世界会为你的真诚，世界会为你这个独特的特质留下一个属于你可以去走的地方哦。你不见得一定要把自己关在某一个小圈圈中，或是一个小团体小世界中。这个世界很大，有无限的可能，一定会有适合你的职位方向跟道路，适合你的伴侣会有的。所以我觉得未来的能量啊，大家会学会会蜕变成一个在不违背自己初心，不违背自己内心原则想法的状况下，去找到一个可以跟外界连接，跟外界接触面积更大的一种平衡点。你不需要勉强融入你不喜欢的群体，而是透过你的真诚的行动，你会拥有一群真正欣赏你跟支持你的灵魂家族的伙伴，他们自然而然就会被你的光芒所吸引。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讯息哦。我们这边呢有宝剑四，宝剑四代表休息跟内在的平静哦。好，这张牌告诉我们说，其实你的蜕变之旅啊，会从好好的休息开始哦。
可能你过去一段时间，甚至现在，你其实是非常的疲惫哦，有很多外在的压力，很多的事情你需要去处理，甚至你的情绪有很大的波动。可能在某一些社交场合中，你觉得你自己的能量被耗尽了。好，现在啊，在能量蜕变之前啊，宇宙要告诉你们的事情就是，你们会先经历一场深层的休息，要补足你内在那些被耗竭的能量哦。因为你要站上舞台之前，你必须要先恢复能量。这组的朋友，你们其实是很敏感而且很真诚的，有的时候很容易被外在的嘈杂的环境影响哦。比如说你心中内心可能有些坚持，有一些想法，比如说我想要正面思考，或是我要往好的方向去。可是当每一天呢，你呈现在你面前的环境，这些人呢说的都是比较负面的，或是攻击的言语，或者说那个气氛是比较勾心斗角，你需要去提心吊胆的。其实真的很难，好像很难不被影响。所以有些朋友可能会感觉到，你明明要往这个方向走，但外在的环境好像又会让你觉得很失望。你每一天都会带着期待开始，但是好像经历了外在的这种环境，或是一些不舒服的不好的互动，你又会觉得有一些失望，觉得自己的希望好像破灭了，刚燃起的希望又破灭了。所以这一张牌啊，宇宙希望你先停下来，给自己空间疗愈之后呢，才有力量，才更有力量可以去展现自己。你们真的是一个内心世界非常丰富的人，但是也可能很容易就过载。所以大家，宇宙想要告诉你，你们的这些敏感，你们的这些特质，或者说你们可以很专注在某一件事情上的这些特质哦，它不是弱点，而是你的一个超能力。所以通过休息，你可以重新去连接自己内心的声音哦。而且这个休息啊，它并不是一个懒，有点像是你们现在的状态要进入到手机的低电量模式。把所有的这种功能啊、感官啊，暂时降到最低。这个不是逃避，而是一种很高级的保护的机制哦。你需要去保护自己，你需要去重新校准内在的能量优化，甚至有的时候必要的时候必须要去关闭一些无意义的社交模式。所以这个状态会让我觉得你们可能会先经历一段时期，是你需要去静一静。你不想说话，但是这个不代表说你们就是真的都没有想法，而是我觉得你的脑海中可能已经开始计划未来的3到6个月一些你自己想做的事情，或是有关于身体上、健康上或是情绪上的一些排毒的计划哦。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是金币的王子哦。好，这张牌的能量在说什么呢？代表说其实接下来啊，你们会有一个稳定可靠的新起点。这张牌象征的是一个踏实的行动，它带来的是一个稳定的能量，就是说在休息过后啊，你们的蜕变会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未来3个月到6个月，我觉得你们会在一些实际的层面迎来一些机会，比如说接到新工作的邀约通知，或是一份入学的通知，或者说你完成了什么样子的报告专案，你的研究计划、学习计划，或是通过什么样子的考试，然后等等的，就是一些事情啊，是让你觉得非常的踏实哦。好，这张牌呢，你们从休息中走出来之后啊，我觉得会开始变得非常的务实。这个务实啊，有点像是你会边走边确认，然后慢慢的去按照你自己的节奏去走。并不是走得非常快，因为其实你们也不喜欢被催、被压迫，你有你自己的时间表，你需要自己，就是你自己需要时间，一步一步的来，一步一步的去做，然后一步一步的去完成哦。这个并不是一个拖延，而是这是你的节奏。所以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啊，其实宇宙告诉你说，你们去展现自己。然后这种展现是需要稳扎稳打的，
宇宙会帮助你排除一些障碍跟杂质，让你可以更专注在于能够提升自我价值的事情上。所以呢，这张牌鼓励大家用耐心跟责任心去完成自己的目标，自己想做的事情其实大家内心想要做的就是一些对你来说有意义的事情，真实的事情。而且如果长期待在一个跟你理念不符合的环境，其实会感觉到很内耗。有些朋友可能经历过那种状况，你有一份很稳定的工作，或者说名声不错，这个公司的名称听起来还不错，别人都会很羡慕，或者说你觉得现在，或是觉得你现在状态还不错，但是只有你自己内心知道说这个很不错的薪水也许是靠着长期的劳心劳力，长期的卖命去换来的，或者说其实在这个看似很梦幻的，就是别人听起来还不错的头衔体制之下，你有很多的委屈，或是觉得体制之内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外人其实是不了解的。久而久之相处下去，你好像会内心的能量好像会枯萎，有一种好像我就是上班换钱，我今天就是用我的时间去换钱这样子的能量甚至会有一点好像对未来失去了一些目标跟方向感。那未来3个月我觉得宇宙想要告诉你，专注在一些你们生命当中小小的可以确定的去完成的事情有些朋友你可能会有转职的念头，如果有转职的念头，你可以开始一些小的计划或是方案，也许是尝试的学习一些新的技能，或是开始着手准备你的履历或是一些面试的素材，整理一些你过去做过的事情等等，或是可能需要去考一些英语检定等等，专注在一些小的你可以控制的事情上，你们的努力其实会像种子一样慢慢的生根，慢慢的发芽。这个新的开始它确实需要你投入时间跟精力，但是最终呢，它会给你带来成就感跟安全感。所以宇宙告诉大家说其实呢，你可以给自己设定一些小目标，比如说每一天呢，在这个项目这个计划上投入1个小时，或者是30分钟，或者是呢去学习一个新的语言，并且去慢慢的记录你的进展，这个会让你感觉到更有动力。好，接下来我们看到宝剑9恐惧。其实你们有时候会觉得自己想太多，但又会觉得说其实你想的事情也非常有道理为什么别人就是没有想到这么多呢？好，有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别人说你很敏感，那为什么不是别人很不敏感呢？好像为什么敏感或想很多会是一个错？那别人这种好像比较粗线条、粗枝大叶的或者是说没有考虑的这么周全的人，反而会来有点像是，如果他是指责的方式来讲说你干嘛想那么多，你就会觉得很困惑，你这样就是我想这么多到底有什么不对吗？相反的，是不是你想太少了呢？所以我觉得这张牌有点像是你在晚上其实你的脑子是关不起来的，你会重复白天的所有的对话，怀疑自己说错话，或是想说如果比如说规划一场旅行如果这场旅行中间有什么细节没有做好，或者说下大雨怎么办有雨备，但是又很担心有什么突然的变动，就是你可能会想好多的事情好，甚至有的时候你还会去想有关于别人的事情，比如说想说这个人会是怎么看你的，有时候想一想你又会觉得很生气自己，说干嘛我要去管别人的事情，我干嘛要去管别人怎么想我的呢？好，未来3到6个月宇宙会逐渐的帮助你。第一个就是帮助你了解到你的恐惧可能并不代表现实，它是一个你对自己的保护机制可能你们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人你害怕失败，或者说害怕在社交场合中不被接受，但是呢，宇宙告诉你说，当你勇敢面对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你自己比自己想象的更强大，还有你想这么多的这个机制，它是为了要保护你的能量，保护危险。
宇宙要帮助你逐渐去释放一些不是这么真实的恐惧，有些恐惧可能是你想象出来的，并没有这么的严重，或者你把它放大了。好，在这个释放的过程中，可能并不轻松，但是啊，我觉得随着时间随着你们蜕变过程的完成，你可能会发现有一些恐惧其实并不是来自于实际的外在的否定，而是你自己的一个高要求，就是可能别人说这句话，它背后并没有这个意思，或者说它只是很单纯的一句话，但是因为你对你自己的高要求，你会把它联想到某一个负面的一个状态，好像觉得这个是对你的一个负面的解读。宇宙现在就是要帮助你们去释放这样子的能量如果你过去很容易在脑海中去放大每一个细节把每一件小事好像不断的重播，甚至不断的把它剪辑，好像变成是一个你觉得甚至是灾难的事件，把它就是你重播的时候又把它放大，觉得很恐怖。现在呢，宇宙要让你的思绪安静下来，特别是那一些你可能不真实放大的那些恐惧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到宝剑公主。宝剑公主，好，有关于好奇这张牌其实带来一个非常清晰的能量，代表好奇心、清晰的思考，还有重要的决定。也就是说当你把这些一些可能不是这么真实的恐惧移除之后你会进入到一个，就是你的蜕变会进入到一个主动探索的阶段，你会以好奇心为动力，想要去尝试新的事物，比如说拓展人际关系，或说加入某一个学习的组织、群体、计划，或是勇敢的表达自己的想法，或是去上线上的课程学习新技能，或是说展开一个运动的计划等等的，或是对于某一些知识你很有兴趣想要去学习，就看了很多相关的文章影片都有可能。所以我觉得宇宙召唤你成为舞台上的主角，而且它为你提供了这个工具。好奇心跟清晰的决策能力其实这组的朋友，你对于真实你对于什么事件是真就是什么东西是真的，什么东西是假的，还有你对于真相其实是有一个渴望在的。这一张牌鼓励大家用你本身的这个特质，本身的这个观察世界的独特的看法跟角度，这种解读的方式去探索新的可能性。因为这组的朋友，你们绝对是一个思维很敏捷的人任何虚伪的虚假的交流你都会你都知道，你都能够揭穿。所以接下来我觉得大家你的好奇心会成为你蜕变的钥匙，而且你会有行动，通过行动会去找到你的价值，找到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好，在未来你会去思考怎么样把生活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而不是别人口中的理想的生活。还有我觉得在感情跟人际关系，你也会进入一个很深层次的思考，就是有些东西习以为常，好像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可是这个模式真的好吗？有没有什么改变的可能？比如说金钱的模式、感情的交往等等，特别是在有一些看似很好，外在很华丽，可是内在可能已经残破不堪的东西上，你会想要有一个转变。也许说有一些人，你在还没有跟他深入的来往之前，觉得这个人好像什么都很好，然后也很吸引你，可是当你深入跟他交往之后，你会发现其实你们有一些地方就是不是这么适合，就是卡卡的。当然对方也不是坏人，他好像看上去也没有错，你也没有错，但是为什么就是相处起来有这么你自己觉得不是这么顺利的地方，但可能外人看不出来，觉得你们很般配条件很配，都很优秀等等，但你自己内心知道有什么东西是每一次
你看到他的这个行为动作或是这个言语出现，你就觉得你真的不是很认同，或是跟你的价值观不一样。好，有些朋友你会更清晰的在一段关系中去做出选择，要前进还是要后退。你们并不会盲从，对这个世界盲从，但你也不会很急着去反抗或是脱离某一个体制，而是我觉得你会用你的观察跟你的思考当成你的武器，然后很谨慎的决定未来要怎么做。好，你们会怎么说呢？用你的好奇心去探索、去学习、去奠基。然后我觉得很多的时候，你不是好像被动的去参与，或者说被动的被推动，你们会有一些主动的能量主动的去交流，主动的去表达。在这个阶段，我觉得你们可能会去更加的尝试说出自己内心的想法，或是参与一些新的活动。那这样子的转变会为你带来新的机会。有的朋友我觉得你们可能假设你本身就有在写作画画或是那种艺术的形式。就是有在从事类似的活动或是工作的话，我觉得你们在未来3到6个月内会有更多的灵感你的这种表达艺术创作会非常的顺畅。是如果有些朋友你本来是没有这些习惯的话，你可能也会透过某一种你喜欢的方式，也许是这种电子的方式电子的书写或是画画来记录你的灵感，这些可以帮助你更清晰的做决定。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新的开始。好，宝剑2，做决定，延续。好，延续主牌的能量这个世界很宽广，你们可以像愚人一样尽情的去探索，甚至你们没有带着任何的包袱维特塔罗牌的愚人它其实是有一个小小的行李，可是这张牌的愚人他是什么都没有带，而且他是赤身裸体只有带着他手上特殊的纹身跟印记。所以我觉得这组的朋友你们的蜕变真的是完完全全新的开始。甚至有些朋友你可能身材发型或者说话的外貌跟气质，整个人都变了，整个人的气场都变了。好，你要去找未来究竟什么样子的生活对你来说才是不遗憾不后悔的。生命是有期限的，所以在生命的期限跟终点来临的那一天之前呢，什么样子的生活是你愿意去过的，就是你不会觉得这些时间是虚值的，你不会觉得这些时间好像是必须被安排，或者说必须要被规划去做的。你们会更加听从你自己内心的声音，不需要迎合所有人的节奏，你可以选择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内心其实有一个非常干净有秩序的小世界。好，靠着你们内心的这个秩序跟清晰的判断力，你会做出选择。而且我觉得做出的这个选择可能不是一次完成的，因为你们生命中也许会拥有很多的选项，在交叉路口中你会选择去走某一条路，然后去走走看，也许觉得不适合的时候会再重新退回来，重新做选择。也许当你退回来的时候，时空环境又有一些改变，所以在你眼前又会展开其他的新的选项。所以我觉得这组的朋友，你们的蜕变可能会经历过不止一次的转变，有这种2次蜕变的能量。在每一次蜕变的过程中，其实前方对你来说它是无限的可能，看似前方是空无一片的，但是也代表说你要去放什么东西在你的未来，你要让什么你要让什么能量进来，你要把什么人拉进来，把什么东西放进来，这是很重要的。就像有些朋友你们可能会有那种大扫除或是搬新家的能量，在新的家中你要怎么放自己喜欢的这种橱柜衣橱床或是家具怎么样子的规划，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你是要很长时间的待在这个家里嘛。好，这组的朋友
宇宙会给你足够的时间哦，也会给你足够的尊重跟保护。你们会重新安排整个生活的节奏跟空间感。好，再来看一下月光下的你，你们正在被悄悄的指引哦。这张牌呢是关于月亮的魔法。好，这张牌的能量非常的细腻哦，好像有一个声音在跟你说，你有听到心里那种小小的呼唤吗？好，这是一个召唤哦，可能这个召唤现在已经发生了。你们也许特别容易在夜晚的时候有一些灵感，或是容易被夜晚的氛围触动，或是你会喜欢看月亮，对某一些说不清楚的事情非常有感觉，有一些很迷茫说不清楚的事情，但是你就非常的有感觉，非常的有敏锐。我觉得你们内心啊某一个神秘敏感的小宇宙正在苏醒，你可能会去怀疑一些以前看似很理性很合理的安排，然后开始想要去探索一些更深的，但也许它并不是看得到摸得到的那一些知识或者是说事情哦。你们可能会对灵性世界有更深的一个探索跟探寻。好，接下来呢，这个魔法的能量啊，宇宙想要告诉你说，你内在那种创造现实的能量正在慢慢的被打开哦。有些人会从外面去找答案，但是你比较像是你会从你自己的内在去找答案。所以魔法对你来说很像是一个很安静，但是却非常强大的选择跟判断的能力哦。你不再被别人推着走，你选择的是符合自己直觉的选择。好，特别是我觉得在夜晚的时候，也许你们下决定的时候，脑中第一个浮现出来的点子或是直觉的那个声音啊，会是更加适合你的。哇哦，这张牌的能量很华丽哦 ，Gateway 这个方向哦，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道路。宇宙告诉你说，你前面的门已经打开了，而且这个阶梯非常的华丽。你打开门之后会看见，哇，有一个好像通往美丽世界的一个阶梯就铺在你面前，而且每一个阶梯它都有不一样的图案跟装饰，不一样的能量跟色彩哦。一扇通往新方向的大门已经要开启了。好，你们会重新定位，宇宙告诉你说，未来3到6个月内，你会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路。这条道路你不需要勉强的进入，勉强的融入，而是你可以真实的做自己。所以这张牌 Gateway 的方向为你指明了道路，指清了方向。你内在独特的能量，你的真诚会引领你走向属于你自己的舞台，也就是说蜕变要华丽的展开了，你真正的准备好了，你可以踏出去了。好，这扇门打开之后啊，是非常的壮丽，非常的好像激励人心，非常的令人感动的能量哦。或许你会觉得眼前的这个世界有一点迷幻，有一点叹为观止，但是这真的就是属于你未来的道路哦。也许你过去可能不习惯花团锦簇，不习惯被放在舞台的中央，不习惯好像有这么多的掌声鲜花跟称赞，还有好像做什么事情都那么的顺，就是被放在对的位置上，其实就非常的顺流，顺顺的走。好像很多你过去可能只在心中觉得是梦想或幻想的事情啊，现在都可以在这个新世界的大门实现了。好，接下来是 direction 哦，你要去何方？你将前往何方？好，你真正想要追寻的是什么呢？
宇宙会给你机会让你更清楚方向，但你必须要主动设定意图哦。也就是说，当你明白自己想要去哪里之后，那扇门就会在你面前呈现，你可以去打开。打开之后，你们就可以直直的、很顺利的往上走。好，接下来是接受生命的流动。好。这张牌有一种潮汐感哦，有些朋友你们可能会有经历一个很深度的整合的周期哦，这样子的周期并不是退步，而是一种回收能量、重新对焦的过程。其实它跟前面我们看到的第一张牌宝剑4的能量有一点像哦。好。这一组的朋友啊，我觉得你们有那种很内敛的能量哦。有的时候别人可能看不到你，或者是有时候你可能很安静，但是其实你正在蓄势待发，你们完全没有消失哦。接受生命的流动哦，这一切都是自然的节奏。当你感到压力的时候，告诉你自己，其实你是可以处理的。或是告诉你说你自己其实生命是有选择的，不见得一定要困在这个节点中，和某个人、某个团体、某个组织过不去。好，可以跟大自然做连结，去散步，或是看看海，或是玩玩你家的宠物等等的，都可以重新让你感受到生命的真诚跟流动。好。接下来这张牌是有关于你的愿景、你的使命哦。好，在这一场生命意义的追寻的过程中，你会朝着更高的目标迈进哦。也就是说，你们除了外在改变之外啊，内在使命也会觉醒。你接下来选择的事业方向，或者说你的志业，或者说你要前进的方向，会跟你的终极目标对齐。你内心真正渴望的是什么呢？这个答案会成为你的愿景。所以这一组的朋友啊，其实不要害怕，这整个过程啊，会从疲惫到平静，从犹豫到踏实，从恐惧到勇气，从迷茫到找到使命感跟方向感哦。你内在的愿景会引领你走向更高的目标。还有不要忘记，就是你要去滋养自己，滋养自己这件事情很重要。好，相信自己是可以去创造魔法的，相信自己的直觉哦。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听到说要爱自己，要滋养自己，但是到底要怎么做呢？其实去倾听自己内心的召唤，去设定你自己未来的愿景，这个也是滋养自己的一个方式哦。宇宙想要告诉你说，其实你并不需要一直等待指示，等待别人告诉你应该怎么做。你现在就是你自己人生中的温柔的、坚定的创造者，你可以去走你想走的路，去选你觉得对的方向哦。你的魔法就是来自于你那个很愿意思考、愿意去分别，甚至有一点点敏感、想太多的心哦。好，你不需要很喧嚣，或者说很繁杂的东西来证明自己，你也不需要一定要去像别人一样用吵架，或是用一些歇斯底里的方式才能够被看见。只要你自己走在你属于自己对的路上哦，这个世界反而会转过来面向你，注意到你，因为在你自己设计的这个舞台中，你们就是主角。好，魔法的本质其实就是你的本身哦。你所想要的东西是你自己吸引过来的。好，其实你这种默默的想着，或者说默默的期待某件事情的发生，并且相信它会发生，本身啊就是一个魔法。好，那在你寻找人生方向、人生愿景的过程中，宇宙也会给你一些提示，可能一些刚好出现在你生命中的讯息，刚好滑到一个影片，或是某一本书刚好掉下来
砸到你的脚，然后书中的讯息就是你需要的，或是某一个名字、某一个数字、某一个这种就是讯息吧、概念啊，反复的在你生命中不断的出现，甚至一周出现好多次，看到什么样子的景象，这些都是你灵魂的一个指标，都是你灵魂的一个路标，都是你灵魂的一个方向的指引哦。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神圣的山哦。好，我们最后一张牌，这张牌非常有这种安静、静谧的力量哦。有的时候你需要的不是在当下去找答案，而是你需要一个更宽广的视野，有点像是如果你待在一楼，你去找答案，你可能永远都找不到，或者是说你没有办法看到全局跟全貌。如果你坐电梯通往100楼，或者是坐的这个宇宙啊，给你们走上这个宇宙给你们铺好的道路，直接到100楼，然后你往下看哦，你就会看见从更高的视野，你会看见很多东西啊，也许你并不需要烦恼，好，也许它并不需要你去找一个解答，因为时间过去，这件事情就结束了。你们过去如果习惯把自己放在低处，习惯观察每一个角落之后再慢慢前进的话，宇宙告诉你说要爬高一点，甚至宇宙就是已经铺路给你啦，你就走上去吧。好，你走上去之后会看到你过去很多执着的事情啊，在这个更大的视野，在更大的全景这个全貌中，其实只是一个很微小的过渡的片段。你们不会去执着，或是很多的东西你就会放下，你就已经有了解答跟解方。所以宇宙要把你们放到更高的视野、更高的视角中，这个就是未来3个月内你们的蜕变的一个指引哦。这个我觉得也是跟你们内心的终极目标对齐的。好，你们会被放到一个制高点，很多的问题就是你不用去解决它，它也会被解决。好，以上啊就是有关于第一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恭喜选到第一组的朋友哦。那另外这边米娅也提醒大家哦，米娅的22堂塔罗课程目前正在优惠中，等到课程全部上架完毕之后呢，价格就会调涨，所以想要加入的朋友现在可以把握机会，赶快加入哦。Hello， 选到第2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米娅。那我们今天呢，要来帮大家看一下未来3到6个月内你们会有什么样子的蜕变、美好的转变，你们会正在显化什么样子的人事物到你的生命中哦。好，首先呢，来看一下你们选到的这张牌蝴蝶之灵哦，这张牌很漂亮。这一组的朋友啊，可能你们前一段时间到现在会觉得很焦虑，或者是说有一点压力，有一点累，常常啊会有一种感觉，好，从小到大会有一种感觉是觉得自己好像还不够好，或者是说明明在某方面已经很努力了，但还是会被挑剔、被忽视，甚至是被欺负。这一组的朋友，也许你们一直都在追求可能变得更漂亮，或是更有钱，或是在某一方面变得更厉害。你觉得好，我在外面的这些条件提升之后啊，是不是就更有价值了呢？但其实内心还是很空虚，在外表现得很坚强，并且不断的可能想要进步，去学一些东西，然后去改变自己，但其实你们的内心一个人独处的时候，还是会觉得对自己没有自信，甚至有的时候会想要哭，会想要逃避。好，其实这张牌啊，在告诉大家哦，你们现在正在进入某一个蜕变期。你从以前到现在经历的这个痛，是因为你未来要长出翅膀。好，有的时候你觉得很痛，是因为你成长的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快，而你的心还没有跟上。
因为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其实你们是想要不断的变好，你心里有那种想要不断进步的能量，但是你的内在小孩可能还在害怕说，好，这样子往前走，这样子不断的前进之后啊，遇到的人事物都有所不同，你的内在小孩可能会害怕说，不知道这样子究竟好不好，或者说自己究竟有没有能力去活在自己想要的那个世界当中。所以这一组的朋友，我看见未来3到6个月，你们的这个蜕变啊，有一点像是从表面的坚强走向更加的内在深层的稳定跟自信，它是一个由内到外的蜕变。很长一段时间啊，你们可能觉得努力是没有结果的，就像蝴蝶在蜕变之前，它会经历过漫长的黑暗蛰伏的那个时期哦。毛毛虫它并不是没有努力，只是它的努力暂时看不见结果，它必须要躲进茧里，一个人独自面对改变。所以这张牌的出现代表说，很长一段时间你们可能是独自面对生命中的一些挫折跟痛苦，但经历了这些挫折跟痛苦，未来你们会长出翅膀，会飞翔。就说如果你现在感觉到焦虑、迷茫，或说感觉到对某些事情的方向发展的结果很担忧的话，其实大家不要害怕，那是因为你们现在正在经历毛毛虫的这个阶段。好，在黑暗当中看不见方向，在黑暗当中不见天日，可是最终呢，你们会蜕变成美丽的蝴蝶。它并不是要你变得完美，而是变得完整，更好的成为你自己。好，在那一段没有人看见，很封闭又很痛苦的时间啊，可能你所有的结构都在被打碎，都在被重组，可能你们现在就在那个茧里面，觉得很孤单很不安，这种感觉是非常非常真实的。可是大家要相信，这一段很黑暗很痛的时间，它并不是惩罚，而是你重生的预兆。接下来呢，大家会去学会一些事情哦，比如说你不再讨好，不再去这么在意别人对你的评价，你可以更坚定的拒绝你不想要的事情，而且你不再去追随跟模仿别人的脚步，别人的穿搭打扮，而是开始问自己，你真正喜欢的是什么？你们不再隐藏自己，而敢于让你身上的光芒勇敢的显露出来，不会再遮遮掩掩。所以这是一场有关你能量场的重建，也是你真实自我价值感的回归哦。好，以上啊就是有关第二组朋友你们的验证牌咯。好，那如果你觉得有符合的话，我们就继续的看下去哦。好，我们的第一张牌哦，权杖10哦。你们的蜕变之旅啊，好像是从负重开始，就是你们背负了很多的事情哦，甚至是别人看得到的也好，别人看不到的也好，很多地方哦，其实别人根本就看不到，但是你们就默默的扛着，默默的吸收这一些负重的能量，可能是来自于家庭的期待，或者是说工作上的压力啊，要转职找不到方向，或者是说未来到底应该怎么走，也有可能是人际关系中的自我怀疑，表现的好不好，或是说究竟要怎么样子去呈现跟应对。还有一些朋友是从小到大累积下来的那种不敢去麻烦别人，然后自己可能要乖一点，或是不要出错等等的那一种压抑感。那这张牌的出现呢，其实也代表说你的肩上真的扛了很多的责任哦，好像你总是没有喘息的空间哦，你总是不能够出错，你承担了太多，包含那些本来根本不是应该你去承担的事情。你们担心别人会怎么看待你跟评价你，所以很努力的做到最好，你不敢松懈，因为你害怕你一松懈，所有的东西都会垮掉。好，
这张牌的出现呢，其实也在提醒大家说，可能你们已经走到了一个临界点了，你已经知道你累了，你心里知道再这样子下去不行哦，所以这一组的朋友，你们会寻找一条路，这条路是你可以很自由的走下去，又可以很坚强的走下去。你们会开始慢慢的想要学会去分辨什么东西真的是不放下不行，应该要放下。所以其实你们的蜕变啊，并不是从拼命努力开始，而是从放下一些不必要的东西开始。因为第二组的大家，其实你们值得更加轻盈的生活，你需要为自己减压，你需要为自己的情绪腾出空间，让新的自己可以生长出来。而且真正的强者啊，并不是硬撑，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堆在自己身上，然后别人可能还不会去感谢你。真正的强者是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不，什么时候该放手，这个就是你们接下来的能量。你们会去说不，你们会去放手，你们会去拒绝不属于你们的负担跟压力哦。我们的下一张牌，好，下一张牌呢是权杖九。这张牌非常的有力量哦，代表说你们啊，曾经经历过风雨，曾经在身上有这种伤痕累累的痕迹，但是你依然站着，你依然没有倒下。所以这张牌其实我觉得让人非常的感动。第二组的朋友，可能你从以前到现在累积了不少的伤痕伤口，累积了不少那一些不想要被别人发现的，可能一些过去，或是不想要被别人发现的伤疤。你变得很会保护自己，也很习惯把真实的自己隐藏起来哦。可能过去你在关系中被否定过，被冷处理过，甚至被霸凌过。可能你从小就很清楚的明白，这个世界是有阶级的，有强弱的，就像丛林法则一样，适者生存，弱小的人就必须一直的逃跑。好，所以你自己努力的让自己强大起来哦。就像我前面说的，你们可能各方面都想要不断的在变好，但是其实那个内心很敏感、很会害怕的你，一直都还在。所以这张牌想要告诉大家的是，那些曾经经历过的伤痕，那些曾经经历过的伤痛，并不是在告诉你们说你们是弱者，而是在让你知道你撑过来了，你一直很勇敢的站起来，即使你曾经跌倒过。其实这份勇敢啊，过去可能没有人看见，只有你自己知道。同时权杖九它也有修复的能量哦，它想要让你知道说，你们可以去放下过度防御的姿态，相信你们自己，你们是安全的，你有力量可以重新出发。未来3到6个月，我觉得大家会更加清楚明白的看见自己的坚强，自己的韧性。这个坚强是你不需要再去硬撑，你愿意开始真实的诚实的面对自己，也愿意开始温柔的对待自己。好，接下来呢又是权杖牌，我们看到的是权杖皇后。这是一张能量非常强大的牌哦，代表说你们的气场开始重建。在未来3到6个月，我觉得你们会完全的被打开，完全的被开启哦。你们会散发着自信，眼神发光，眼神闪着光，有一种内在合一的力量哦。因为你不需要再证明什么，因为你内在合一了，你会发现你们的气场开始重建，开始改变。你会从一个默默的努力，但是可能很小心翼翼的人，开始进化成一个自信闪耀、有存在感的人。你们开始觉得自己其实不是这么在意别人的眼光了，不在意了。你开始更加的喜欢自己，相信自己。你会展现出属于你的魅力，你本身就有的魅力，还有幽默感。还有很多事情你们会开始去主导，开始去发言说话跟争取，
你的人际关系啊，你面对的人、来往的人，也许也会开始不同，因为你的磁场开始改变了。你不需要再去取悦谁，而是自然而然的吸引到跟你有共鸣的人。所以这组的朋友啊，你们将会活成自己生活中的主角，而不是别人生命中的配角。你们会很明显的感觉到，其实你说话更有底气了。很多时候你就是可以很坚定的去表达自己的想法，可以直视别人的眼睛，甚至面对权威的时候，你也不会觉得慌张。你做决定的时候，也不再会怀疑自己，甚至不会说常常在思考自己是不是哪一句话没有说好，然后常常觉得需要去看别人的眼色来检讨自己。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会很清楚的懂得如何划清界限，保护自己的能量场。这场蜕变啊，会让你进入一个绽放光芒的阶段哦。你从某一个内心的挣扎中走出来，展现你的自信跟热情。而且很多的朋友，我觉得你会勇敢的去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这可能是你们一直以来，其实你们内心有很多话想要说，但可能不见得敢表达。也许你会觉得这个已经有人说过了，我就是好像再说也没有意思，或者是说你不敢去违背某一个主流的意见，因此可能你过去说的话不见得是你自己真心想要说的，可能很多时候是这个社交场合的一个应对，或者是说你就顺着大家的话说下去。接下来呢，我看见你们会去表达真实的自己，你的蜕变啊，会让你散发出来一个，其实你真的不需要多去解释，因为你们的存在就代表无法忽视的魅力。你们蜕变之后的样子会吸引到志同道合的人，还有适合你的机会、工作机会来到你的生命中。在很多的事情上，你会变得很主动，可能也会去尝试新的事情，比如说公开去分享你的作品，或是参加一个新的项目，或是更加勇敢还有顺畅的在大众面前去表达你的想法哦。你们所散发的这些光芒啊，我觉得也有机会吸引到一段不错的情感，就是你的光芒会吸引到对的人走进你的世界，他会非常非常的欣赏你。对于你来说啊，这些感情的机会，或者说这些新的桃花，你并不是刻意去追寻，或是刻意的想要去讨好，而是他们自然而然就想要来到你身边，就想要去了解你，就想要去跟你有接触、有来往，他们对你感觉到非常非常的好奇。好，我们接下来再看到下一张牌是我们的审判哦。好。这一组的朋友啊，这一张牌象征着内在的真正的召唤。我觉得你们会开始问自己说，你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子活着？我到底为什么要压抑自己？而且你们会开始意识到，真正的改变并不是说我的外表变得更强大、更好看、更帅气、赚更多的钱，而是回归到自己灵魂内在的力量。所以这是一场有关于心灵上的觉醒跟灵魂的重生。你会在这段期间呢，重新看清楚自己的价值跟位置。可能过去很多时候你会觉得好，没有关系，我就将就一下，或是说没有关系，我就委屈一下，或是对方没有主动提，你也不好意思提，或是很多时候你不敢把真正属于你的东西说清楚、讲明白。现在呢，你会开始就是很坚定的说不行，你就是要改变。很多东西啊，可能是小事情，但累积下来它就变成一个大事情。每一次都退让一点点，累积下来，你可能就会发现其实很多的自己不断的在给出去。甚至有些朋友啊，你不敢对你自己的作品成果去标上一个适合的价码，你可能会退而求其次，甚至是不敢给自己一个很好的肯定，有点像是廉价的出售自己的时间跟感情哦。现在呢，你们会开始重新定义自己的人生哦。好，
你不再只满足于还可以，或者说将就一下，你开始想要真正的对得起自己，你会重新连接自己的灵魂使命。这是一种从灵魂深处升起的力量，让你真正的勇敢的做出选择。在很多时候，我觉得在跟别人应对的时候，你会怎么说呢？不需要再多做解释。这个就是你值得的，这个就是你应得的。在感情上也是如果你过去或说现在在一段不是这么被尊重的感情当中你们也会去清醒，说这个人其实并不适合我，为什么我要把我自己放在这么样子的一个好像很可怜很委屈的位置你们不再当受害者，不再要去当什么悲剧的男女主角。接下来你们就是要过幸福的生活，重新去改写你的人生剧本。好，这张牌呢是权杖王子好，你们有非常多火元素的能量代表说其实你们内在的这个声音已经没有办法再被压抑了。还有你看你们是战车牌，所以其实这2张牌非常强势的在预告你们已经准备好要出发了，不再是准备的阶段，而是实际的开始行动。你们可能会去展开一场新的冒险，或是新的创造。有些朋友我觉得你可能会去转换工作、创业，或者说改变你的人际圈、生活圈、朋友圈，或者是决定为自己重新定义人生，重新定义未来想要走的方向。你们不再去等待别人的命运，或是等待别人的回应，而是开始主动的去创造你的命运。你们不再停留在思考或是疗愈的阶段，而是真真切切的去行动，去出发。你会很明确的知道自己在工作上、在感情上、在人生中你想要的是什么，并且主动的去追。你们开始去创造属于自己的舞台，而不是等待命运去安排你在别人的人生中可以去做什么样子的位置或是背景。其实不是的，你们现在正在走在自己的舞台上，这个舞台是属于你自己去创造出来的，你自己去搭建出来的。在这个新的舞台中，你们就是你们人生中的主角。好，我们的下一张牌这张牌呢是橡树之灵你们内在的力量跟坚韧，其实就像这一棵古老的橡树一样，稳稳的扎根于大地。这一组的朋友你本身的真诚跟坚定会是你最大的力量你们的蜕变是奠基在你的内在的稳定之上，所以你们的蜕变的这个根基是非常稳的，并不是说蜕变之后好像你整个人抓不到根，或者说你整个人好像在这个蜕变的过程中会失去方向。不是的，未来3到6个月你会发现你自己的内在力量越来越强大。即使你感觉到压力，或是即使你感觉到不被其他人理解的时候，只要你回归你自己的内心，你就会去相信，去看见自己的价值你非常的明白，其实你自己是有无限潜能的。在未来的几个月中你的内心会越来越安稳，或是说明朗。你会把很多事情都看得很清楚，看得很透，你会越来越稳定，越来越踏实。而且我觉得这组的朋友，你们不会意气用事。有时候可能为了想要去证明自己，会讲话讲得很大声，或是怎么样。可是在未来你们蜕变之后你们知道，其实你不需要透过生气、吵架或是大吼大叫来证明自己。你们做决定不再只是凭情绪，而是一种深深的知道，其实你值得更好的生活。有些人如果不对盘就会离开，甚至很多人真的不值得你去浪费情绪在它上面。这个就是你们内在长出的力量，这个是一个非常厚实的底气。你不再害怕，不需要解释，也真的不需要去讨好谁。那这张牌宇宙也有建议大家可以多多跟大自然连接，比如说去磁场好、能量高的地方让你感觉到能够放松，能够充电。
好，下一张牌呢 ，Wings of Light。好，这张牌啊，也是能量很高的宇宙讯息牌哦，代表说你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能量状态哦。你会发现，你不再只是用理性活着，而是开始有更强的直觉力跟感知力哦。这张牌啊，给大家带来的是自由跟提升的能量哦。你们即将展翅高飞，你的蜕变会让你飞向更高的目标。这组的朋友啊，我觉得你们在人生中跟心态上都会变得更加的敏锐，更加的轻盈哦。你可以跟宇宙合作，去创造你的人生。很多时候你会觉得，做事情变得很顺，如有神助，你的磁场会开始转变。那些跟你不同频率的人，他们会自然而然的退场。就是你可能会觉得有一些。如果过去你会觉得有一些麻烦的人事物在你的生命中出现，就是常常会让你心情烦躁或是很有压力的话，接下来呢，这些人会慢慢的退场，慢慢的离开哦。可能也不见得是你需要主动的去做一些什么，就是他们自然而然的就会被宇宙带到其他的地方，不会在你们眼前出现。另外啊，许多朋友，我觉得特别是单身的朋友啊，你们会开始遇到一些你觉得谈得来的对象，可以去尝试的对象，真正契合的关系，还有你们灵魂家族中的朋友也会出现在你的生命中。好，我们的下一张牌哦，对自己的爱啊，会是你蜕变的关键哦。可能过去这组的朋友，你们对自己有一些比较高的要求，或是常常在别人还没有打击你之前，就先自我怀疑了，就会先自我检讨自己。那我觉得这张牌提醒你说，你可能忽略了对自己的关爱。未来3到6个月内，你会学会对自己更加的温柔。当感到压力的时候，给自己一个拥抱，或者是说做一件让自己快乐的事情哦。也许你可以去写下一句对自己的赞美，在每天结束的时候，比如说我值得被爱，或者说我现在的这个样子是很好的，这些都会去强化你的内在的力量哦。这组的朋友啊，你会开始停止自我批判，你会开始很真实的去关注你自己身心灵的一个状态。好，做出改变哦。比较具体的是，我觉得你们在外貌或者是你的这个穿搭啊，可能就会有一些改变，也许是染头发、剪头发，或是换了一些新的风格。讲话的声音跟气场也都会很明显的改变。有些朋友你会去勇敢的尝试一些你以前想要做的事情哦，勇敢的去也许去学之前没有跳过的这种舞蹈，或是去尝试一件之前没有尝试过的事情哦。勇敢的去迈向你心中早就想要去做改变、做尝试的事情。好，下一张牌哦。你们不需要活在别人的标准中哦，就是你做这些事情啊，你做这些改变，不需要谁去认可，不再寻求别人的认可，你不需要成为谁的理想的样貌、理想的情人，因为你本来就很值得。你们会专注在自己的需求上，而不是别人的期待上。而且当你这么做的时候啊，我觉得反而外人或其他人对你的态度会改变。当你专心的做自己，相信自己，然后散发出这样子自信的气场的时候，其实反而别人会开始改变他对你说话的方式跟态度，对的人也会被你吸引而来哦。你的价值是由你自己定义的，而且你们会去好像看见一些真实跟真相，比如说现在的这个方向是你想要的，还是别人期待的呢？你会放下很多很多的担忧哦，很多很多的声音跟小剧场。当你真正相信自己的时候啊，你们的心其实就自由了。好，像牌面中的这个女生啊，她剪了非常短的头发。好，
像男生的这种男生头短头发，有些朋友可能你自己就是说你自己可能也有想要去尝试的一些打扮，但也许你会觉得这样子的打扮不适合在现在的某一些场合，或者说可能会影响到别人对你的观感。那未来3到6个月，我觉得你也有机会去尝试你真正想要的，就是真正想要去展现自己的方式。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张牌是迷宫。好，这张牌呢是迷宫，象征着大家正在经历的转化。你可能会感觉到你有一段时间呢，会去经历一段必须要慢慢走，慢慢去理解自己的静心的过程。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在绕路，其实你正在接近自己内在的一个核心在人生的旅程中啊，虽然曲折，但是只有一条路通向中心，而你的挣扎或者说你的绕路也是旅程中的一部分。透过思考或者说透过与内在的自我对齐，大家你会去找到答案。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蜕变的过程中啊，你也会不断的去梳理自己的内心。大家可能会透过散步或是冥想的方式去找到属于自己清晰的方向。你们会承认自己的情绪，不再用某一种坚强来掩盖掉你的脆弱。有些朋友可能过去你会对自己说，好，没有关系，你是很坚强的人。这些伤害或者说这些言语不会让你受伤，因为你会把自己武装起来，因为你会告诉自己我是有一颗钢铁的心，这些杀不死我的会使我更加的强大。所以有点像是好，没关系，你要伤害我，你要怎么样你就来吧，我不会被你们打败。我觉得这样子这个心态确实在某一段时间帮助我们去撑过一个很痛苦或者说很低潮很困顿的时期。可是现在你们需要做的是更温柔的对待自己，以及去正视自己内心脆弱的部分，因为你们可能已经不再有力气持续的一直的去武装自己，或者说一直活着很战战兢兢小心翼翼。接下来就是要把很多担忧的情绪放下，尝试静心，或是如果你有信仰的话，可以跟你信仰的神明对话，把一些重担交给宇宙，与自己内在真实的自己，与自己的内在小孩对话。我觉得在未来3到6个月内，大家有机会去遇到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可能会深深的触发你内在的伤口，但是就是因为这些事情，它可能会帮助你更加的认识你自己。好，我们的下一张牌Grandfather Sky。这张牌呢是有关于宇宙的指引跟保护宇宙想要告诉你说，你并不是孤单的。当你觉得现在这个环境不适合你的时候，其实宇宙一直在背后用它的方式来关照你跟支持你。好，未来3个月你的直觉跟梦想会是宇宙给你的线索，引领你走向正确的方向。大家可以去记录一下你的梦境，或是你的一些直觉的灵感，它有可能是宇宙的讯息。还有再一次大家可以跟大自然连接，比如说看星空、看天空、看看云朵、看看月亮，都能够去增强你的一个信念这组的朋友你们会经历一种挣扎、整合跟觉醒的过程，而这张牌它是一道来自更高智慧的祝福，它是一道指引的光芒。因为你们的这个蜕变跟选择的过程并不是孤单的，有更高的存在正在看照着你。你们也开始可以用一个
更高、更远、更大的视角去看这个世界。可能以前你看到或者说专注的事情是眼前的困难跟焦虑跟当下的情绪，被当下这个情绪淹没。现在你会越来越看清楚自己的道路、使命跟方向，也就是说你的人生不只活在当下的情绪、压力跟事件中，你还有更大的灵魂视野跟时间轴。你会开始明白过去所有的痛苦、迷惘、犹豫跟不安，这些都是为了让你去变成一个能够承载更多光芒的人。好 ，Warrior of the Heart。好，这一组的朋友啊，这张牌呼唤你成为内心的勇士，勇敢的去追寻自己内心的渴望。未来3个月到6个月，大家会勇敢面对自己内心的恐惧，去行动。你的勇气会为你打开新的大门。这张牌啊，是一张有关灵魂承诺的牌哦。接下来大家会为自己而战。这个打仗啊，这个为自己而战，并不是要你冲锋陷阵，而是要你为自己的感受、信念跟信仰勇敢的站出来。你不再委曲求全，不再压抑，不再讨好，你会保护自己，也会开始为自己划清界限。这是一种很温柔但是很坚定的力量。你的这个勇敢站出来守护自己的心，并不是你没有害怕，而是你选择了勇敢去面对，选择了真实跟真诚去面对。所以我觉得大家会为自己的好像所信仰的那个真理，或是为自己的爱，为自己想要的生活去奋斗。你会成为心灵上的战士。这个并不是用外在的暴力去跟别人吵架，而是用你自己内在的选择决定，为自己将来的命运去发声，去争取，去大声的说出来，去让自己被看见。好，最后一张牌哦 ，Intention。命运的线啊，掌握在大家自己的手上。你们是创造命运的人，而不是好像被命运安排的人。这张牌提醒大家哦，你们的意念、想法、意图会塑造你的未来，你的想法会创造你的实相。所以呢，设定清晰的意图，你的意图会引领你走向命运的转变哦。大家不再只是命运的接收者，你会成为命运的编织者。你会开始明白你的每一个念头、每一个选择、每一次你跟你自己的自我对话，其实都是在悄悄的编织着有关于未来的道路。所以呢，这张牌要请大家去设下一个意图、一个意念哦。你究竟想成为什么样子的自己？你想要过什么样子的生活，在什么样子的城市生活，跟谁在一起，然后做什么样子的职业，或是说想要保护的人事物是什么？你愿不愿意再把你的人生重新的掌握在自己手中呢？你不用再等待命运帮你安排一切，或是不用等待别人来帮你决定一切，你就是你自己生命中的创造者。你们就是创造命运的人，改变命运的那个人。所以大家你会开始行动，开始创造，开始对自己的灵魂说，我们回归到真实的自己。所以呢，其实第二组牌所有的能量啊，我觉得你们会从某一种怀疑、紧张或是默默忍受的能量，变成一个很温柔、坚定、很自信、踏实的能量哦。这场蜕变它并不是一个瞬间的改变，它是一个过程，一段旅程。也许它曲折，也许它来来回回，但你们会一次又一次很坚定的选择自己，回归到自己的内心中，并且不断的去爱上你自己。你们会拥有内在跟外在一致的自信，然后会开始活出属于你真正的自由，也就是你们渴望的那个自由哦。你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啊，不是为了讨好别人跟配合别人而
活在这个世界上，而是要活出属于你自己独一无二的版本，独一无二的体验，去经历这个世界上的美好。你是为了活出你自己的光芒，活出你自己的真实，活出你自己本身。好，以上呢就是有关于第二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啦，恭喜选到第二组的朋友。那最后也提醒大家，米娅的塔罗线上课程呢，目前呢有84折的优惠，课程已经快要上架完毕，上架完毕之后价格就会调整，所以想要加入的朋友可以赶快把握哦。我们下次影片见，拜拜。Hello， 选到第三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米娅。我们今天呢要一起来帮大家看一下未来3到6个月你们的蜕变。好，在哪一方面会迎来惊喜，还有什么样子的人事物正在被你们显化。首先呢，第三组的朋友你们的主牌是这张 Rabbit Spirit， 好，兔子之灵哦。宇宙想要告诉你们说，其实不用等那么久哦，现在就是一个很幸运的时刻。这张牌出现它就在跟你说好运来了。现在大家就很像是大自然中繁殖力旺盛的兔子一样，你很多的点子，很多的愿望，很多的想法，很多的渴望都一一的将要被实现。而且这组的朋友，你们并不是被动的等待幸运来到你们的生命中，而是你们可以主动创造幸运。只要你们愿意去行动，愿意去信任宇宙，那一些你觉得好像遥不可及的梦想，其实都是可以去实现的。这组的朋友我觉得走到现在你们身上应该也累积了很多的东西，可能你们正在站在人生中还不错的一个高度跟位置很多你过去曾经想要拥有的东西，在上一个阶段你想要拥有的东西，你这个阶段其实多多少少都已经握在手上，都已经拥有了。我觉得这一路走来你们拥有的这些东西，很多都是你好像去拼搏的，去用尽力去得来的。过去你们走的并不容易，可是也一一的想要去将你生命中渴望的一切都拿在手里。而且我觉得你们在这个过程中一直都保持着某一个敏锐跟敏感的觉知，知道说环境必须要去抓住机会，抓住方向，然后要去避开一些危机。你们凭着这样子敏锐的直觉，让你在茫茫的人海中好像不断的去寻找正确的方向，去避开一些可能的潜在的风险。这组的朋友过去真的非常的努力，为了梦想，为了目标不断的打拼，甚至面对过很多次很艰难很艰困的那种挑战你可能就是咬牙忍耐，咬牙硬撑，就是不断加班的工作时数，告诉自己说，就是凭着自己的一个信念说，好，我就再撑一下，为了我的一个梦想，为了我的一个目标，我就是努力。虽然在这个过程中很坎坷，或者你觉得很孤单，但是你从来都没有放弃我觉得你们的这种坚持跟不服输，确实把你推到了一个不简单的位置。而且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不愿意将就，不愿意将就在一个不适合或者说不好的环境中，你想要跳脱出来，你不想要忍受一个你觉得不是这么适合你的环境。就是我觉得你们是勇于跳脱，勇于去冒险，你不甘于平凡，不甘于忍耐。所以如果你们觉得那个环境不适合你，你不想要待一辈子，你们也不会好像忍气吞声的留下来。特别是在感情中，你们也不想要将就，你们知道这个世界很大，跳脱出去，不断的去尝试，不断的去试错，总有一天会找到属于你的一个地方。而我觉得宇宙要开始去回应你的努力了。接下来
3到6个月，大家有机会去收获一些资源，遇见一些贵人，这些贵人会给你一些无私的帮助哦。就是这些贵人，他们不仅愿意去教你，陪你走过难关，而且他也愿意实际的跟你合作，帮你解决问题。可能过去你是觉得你必须要单打独斗，或是有很多地方想不通，现在这个贵人出现啊，这些人脉跟资源都提供给你，因此你们可以在现在这个起点往上跳，去飞跃，去蜕变。比起以前那种单打独斗的状态啊，我觉得大家也开始懂得去运用自己天生的一些特质吧。好，比如说运用人缘，运用团队的力量来推动自己的梦想。在竞争激烈的环境里，别人也许很厉害，但是这一组的朋友啊，我觉得因为你本身的这个人缘或本身的这个特质，或是有贵人有靠山来推你一把，你可以在一个比较激烈竞争的环境中脱颖而出，有点像是你脱颖而出不见得是凭好像厚厚的履历跟资历更高，更多的是就是大老板看你顺眼，想要给你机会，或者是说拥有决定权的人，他就是欣赏你，喜欢你的某一些特质，因为他觉得你身上某些地方跟他很相像，他就是要选你。他这个有点像是主观的，我就是要你，没有那么多好像客观的一个考量，就是主观的我就是要你。那我觉得这样子的幸运啊，会从你们的事业开始拓展到大家的感情生活。大家的感情生活也有一种丰盛的能量，但这个丰盛啊，并不是你刻意的去追寻而来的，有点像是你在努力打拼事业的同时啊，好，你在努力做事的同时啊，你周遭就有人被你吸引过来，或是说爱情自然而然的就靠近你，有人自然而然的就发现你，喜欢你，关注你，你周遭的爱情的能量会开始流动起来哦。宇宙在奖励你过去到现在投入的付出，它想要让你的生活在各方面都变得比较圆满。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3张验证牌：宝剑八、金币一、权杖骑士。好，宝剑八哦，大家过去啊，真的曾经陷入过，就像这个兔子眼睛被蒙住了的感觉哦。你们曾经陷入过某一种困境，好像在那个困境中，也许你就是很努力的读书学习啊，或者很努力的做事，就是你每天就是重复这样子的生活，就是拼了，或者说你就是什么都不想，很专心的在你的目标上，然后你很努力，但这当中啊，你又觉得内心有很多的焦虑，很多的束缚，很多的恐惧，可能是在工作上、感情上哦，你觉得不知道这样子的努力什么时候才会看到终点。好，你不确定，那宇宙想要告诉你说，其实这种心情啊，这种状态啊，这种不安、焦虑跟恐惧的这个时刻，它会慢慢的消除吧。因为好像过去的这个限制，过去的这个看不见前方的路的这个状态，它其实给你造成很大的心理上跟情绪上的一个负担，这种情绪真的让你承受很大很大的压力哦。好，宇宙想要第一个，我觉得帮助你拿掉的，就是某一个限制你的枷锁。好，放下那一些无端的恐惧，好像说我没有拿到这个工作，没有拿到这个 offer 我就完蛋了，或是我没有考到几分我就完蛋了，我没有进入到什么样的状况，没有找到适合的对象，我的人生就会怎么样的一些灾难性的想法。宇宙要告诉你说，这一些情绪的枷锁要打破。现在啊，我觉得从现在开始，大家就会慢慢的可以用一种更客观、更理性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的处境，而且逐渐的去学习解放自己。你们的蜕变呢，也会一点一滴的
完成，我看到你的内心智慧会更加的丰富，你的内心会长出信心跟勇气，而且你将来会发现，不只是你自己有力量，周遭也会有更多支持你的人出现，你不再是孤单一个人，而且你真的有实质的能力去突破困境。好，金币一金币一给了我们非常实际的能量，代表说这组朋友，我觉得你们有一些实质上现在手边正在进行的事情或者说你现在迎来某一个新的开始，过去的努力现在已经慢慢的开花结果，你即将看到实质的一个回报，你们是非常脚踏实地的。好，接下来在事业、财务跟生活方面其实我觉得你都已经可以慢慢的看到一些回报了，也许在财务上，你过去的投资，你现在慢慢的可以看到，过去的投资有了一些结果。那这组朋友，我觉得你们是在持续的行动，持续的用你的耐心跟专注力去建构你想要的未来。你们真的不是只靠空想的一群人你们脑海中有很多的点子，这些点子有机会去实现的，很多朋友可能就在这个实现的阶段你在做你的品牌，或是有什么样创业的计划，或者有什么样子的改良，或者是把你的一些房间实际的去整修一番，然后把那个闲置的空间实际的去整理一番，重新的再利用，或是你有什么样子语言学习的计划，有些朋友可能是想要购置房产的计划，或者是说你想要去推动一个长久可以帮助人的体系、组织跟系统。好，金币想要告诉大家不要着急，蜕变是长期的过程我也看见你们现在在进行的事情，它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它是可以影响到你自己的现在跟你的未来，同样的也能间接影响到其他人。好，权杖骑士它是一个很有活力的力量我觉得你们内心是有一种你想要前进，你想要动作，你有热情，就是你对于人生未来要怎么走，好，要有哪些实现，你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渴望，甚至我觉得有些朋友，你对于你自己的身材外貌要蜕变到什么样子，你是有很多的想法那这个动力我觉得也会在接下来给你带来很大的冲劲，让你在整个蜕变的过程中可以快速前进。而且这组朋友我觉得你们的某一种开朗跟热情，还有对未来的一个信心它其实可以去感染到周遭的其他人，很多人就自然而然的被你吸引过来，让整个合作变得更加的顺畅。也因为你们本身的这个特质跟特性我觉得你们讲出来的理念，或是你们的磁场跟气场其实会有某一个领导力跟魅力，吸引着你的合作伙伴跟贵人靠近。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接下来你的事业即将进入一个很快的飞跃成长期就是以前可能是1、2、3、4这样子一阶一阶的成长，接下来呢就是坐火箭一样一飞冲天的能量。好，那我们再接下来实际的来看一下还有什么样子的好消息我们的下一张牌是狮子座的能量第三组的朋友你们蜕变的能量和狮子座是密不可分的。狮子座呢，它是创造力跟领导力的象征。在接下来这个阶段你们不仅是自己生命的主宰者跟领导者，我觉得也会去影响到很多其他的人你们有一种王者风范、王者资质，有一个好像很不凡、很尊贵的那种皇族的气质嘛。好，而且怎么说，在很多时候你都想要表现
起来一个，就是我不要很狼狈的出现在别人面前呢，我就是要看起来很轻松，就像我里面很辛苦，我也要在外面，在别人看得到的面前啊，漂漂亮亮的，就是一切都很好，一切都没事，轻松自在、优雅大度，有这个气魄。以前可能是你需要去隐藏一些东西才能够去达到这样子的从容大度跟优雅，可是现在我觉得你们就是里外合一，这个就是你外在的这个从容优雅，就是你的内在。你对自己越来越有信心哦，你展现出来的样貌就是你真实的自己，因为你真实的自己你是很喜欢的，因为你们已经内在合一了，真实的自己就是这个从容的、大度的、不费力的、很轻松的这样子的态度。而且我觉得大家好多人哦，你们会成为某一个团队，或是某一个组织，或是某一群人、某一个系统、某一个版面、某一个群体中的一种好像导师啊、引领者啊、引路人啊，或是领袖啊，带领大家，带领有同样信念的大家要前进。那狮子座啊，它这边也有对应到太阳花跟万寿菊的能量，就是它是一个阳光啊，还有很活力、持续成长的能量哦。也就是说，我觉得大家会保持着乐观跟热情，去享受整个蜕变过程中带来的每一个大大小小的胜利。好，我们接下来看到权杖一。这张牌呢，就是典型的宇宙啊，递火把给你，递橄榄枝给你了。很多啊，过去在你们脑海中只是梦想，只是想法，或者只是雏形的一些概念啊，它全部都要去形成了，进入到行动的阶段。权杖一它是一个动起来的能量，但是要动起来，你脑海中要先有点子，先向宇宙许愿你要什么，然后这些东西啊形成之后，很多的资源，就是你把你要什么说出来之后啊，很多的资源或者说很多的路啊，自然而然的就会去展开。比如说你想要跟某个人合作，或是说也许是你想要看演唱会，就有这么好的机会，有人送票给你，有人有免费的票，或是因缘际会，你就可以去参加这场演唱会。类似你脑海中有一个念头，宇宙就为你开入很多过去可能要费力取得的东西，现在就很自然而然的送到你身边，你好就像是就很轻松的去达到那个位置，或是拿到你想要的东西哦。但是这些东西的背后，它需要有一个点燃的能量，那个点燃的能量就是你的念头。好，金币六这张牌啊，讲的是丰盛的流动。我觉得大家除了自己啊享受这种金钱上的丰盛之外啊，你也会去把金钱的能量再次流动出去。因为前面说过啊，我觉得你们很有机会在事业上红红火火、大放异彩，贵人会来帮助你，然后你们在金钱上的能量非常的丰厚哦。对你来说啊，你会想要把这样子的资源啊再次的分送出去。好，分送出去之后，很奇妙的事情就来临了。有的时候你在这边很多，你把它给出去，那另外你在缺少，你可能某一方面比较缺少，宇宙又会在其他地方把你补回来。这个不见得是指金钱，有可能是其他方面，也许你是好需要有人关爱，那但是你今天呢，可能就是在金钱上去帮助了其他人，或去捐款请别人吃饭等等的。好，你在另外其他需要帮助的地方，就会有人去补足那一块资源。也就是说宇宙的资源它是流动的，是活的，它会流入到你需要的地方，也会流入到你会珍惜的地方。这组的朋友啊，这张牌丰盛的流动，告诉你们说，其实很多时候啊，并不是努力的，就是一个人往前冲，然后一个人向前走。很多时候啊，你要去看见跟发现，去接收其他人的支持跟宇宙给你的回馈。
好，可能有些朋友因为受过伤啊，跌过跤，你会觉得啊，这世界上好像大部分的人都是恶意的，应该说有善意的人很少，在职场啊可以信任的人不多，甚至没有，或是你可能是有跟同事有一些隔阂，或者说跟旧的朋友圈有些隔阂，你可能会觉得不是这么容易的相信人，但是宇宙想要告诉你说，这个世界上有一群跟你很相像的人，有些人他们已经比你走得更前方，也就是说他已经拥有更多更好的资源，现在他会想要回过头来给你这些资源，那你要做的不是抵抗，而是你要去相信跟接受。怎么说呢？如果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人是不好的，那相对的这个世界上也有比较善的，或是比较无私的那一群人嘛。那我觉得现在宇宙就是把善的跟无私的，或是跟你最有能量连接的人送到你的生命，让你跟这样子的人产生更多的连接，更多的接触面。你心打开之后，也更容易去接收到他们的讯息，他们的帮助。好，圣杯10这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的能量很有趣就是我觉得未来3到6个月啊，其实很多时候啊，你们有点像是我专注在拼事业啊，有点像是我要先脱贫再脱单，然后我就是很努力拼事业。可是很神奇的就是，感情啊、爱情啊，这种甜蜜的能量啊，它会在不知不觉中来到甚至我觉得有些朋友啊，你可能会去进入到家庭中，或是说有一个什么很重要的情感上的进展跟突破。圣杯10象征着情感的满足，还有那种家庭关系的圆满，也就是说它包含了感情关系跟家庭关系，也就是说当你外在成就很圆满的时候，宇宙同时要送给你的礼物，就是也要给你内心很大的一个丰富感跟富足感。有很多朋友你会发现，你生命中有一些很重要的人支持你，可能是你的家人，可能是你的朋友，可能是你的伴侣，这些关系会成为你稳定的能量的源头。好，未来3到6个月，圣杯10的出现意味着大家其实会感受到情感层面是非常丰盛跟非常安定的，所以让你在面对未来挑战的时候会更有力量。还有很多的朋友啊，我觉得你们会有那一种很美丽的时刻出现，在这样子的时刻中啊，其实你也可以去，因为你们有狮子座的能量，其实结合在一起就是要展现你们的美丽。怎么展现呢？当你出去玩的时候啊，把自己打扮得好看漂亮，然后不要吝啬去让别人看见你的美，好不好？就是你走在路上，让别人的眼睛吃冰淇淋，让别人看到你就是看到好像一道美丽的移动的风景。同时啊，你也可以去拍照啊，把你美美的照片上传到你的社群媒体上，让大家去欣赏你的美。这个其实也是造福社会，造福你身边的人。大家要把你这个美丽的美好的能量跟姿态啊散播出去跟传播出去。好，我们接下来呢，看到恋人牌还有权杖我，哇，这2张牌有趣了。刚刚说过嘛，我觉得你们的感情是很有意思的，这个很有意思包含了可能呢，在你们很专心在拼事业，或者在你们并不知道的时候啊，就有人偷偷的关注你。恋人牌它是一张很美丽的牌它代表爱情、选择跟平衡也就是说，在你事业成长跟往人生目标迈进的同时你的感情生活也会有一些正向的变化。有可能你们会遇见一些特别的人，或者是原本的关系会变得更加的稳定，更加的甜蜜。你们的蜕变它不仅是外在的提升，还包含了内心的丰富跟情感上的一个温暖。很多的朋友你可能想说
怎么我并没有特别追求感情，感情就自然而然来了。就很多人对你们好像想要去探寻，好像感到好奇。很多相同频率的人会进入到你的生命中，其实你不需要刻意的去追爱，爱情就会因为你的蜕变，自然而然的有人想要去进入到你的生命中，去支持你、陪伴你、跟喜欢你，因为他会觉得跟你在一起真的是一个很舒服跟很自然的感觉。然后大家权杖五出现了，权杖五它是一个竞争的能量嘛首先呢，权杖五结合恋人牌，我觉得你们可能会有不止一位的好像喜欢你的人或是追求者会出现哦。好，在这样子的过程中也许大家会有一点烦恼，特别是单身的朋友你可能会有一些来往的对象，我要选 A 好还是 B 好还是 C 好呢？或者说我都不选择，让这些人自己去好竞争一番，看谁最后胜出再出现在我面前。我觉得这个牌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能量你们有可能在感情当中会出现多个竞争者，也许这些竞争者要去竞争你的时间或者说竞争你的青睐，然后要想方设法讨你欢心。好，这是第一个能量。那第二个权杖五的能量是，我觉得有些朋友你可能会在你目前也许是申请的项目，或者是说你要开展的计划，就是某一个方面，或是你想要投入的这个事业，或是某一个这种工作，好，目标上，它也许是有一些竞争者的，但这个竞争我觉得它是对你来说是积极的，你会去成长也许大家想要拿到一个很好的东西之前它是有一个比较需要去一关一关筛选的过程，这个过程中有来自四面八方的竞争者，然后甚至有些人他们是彼此之间是有利益冲突的。那这个过程看起来是不是有点可怕？但其实大家不要害怕，因为我觉得你看狮子座牌其实一开始就出现了这个竞争不会让你变得很害怕，想说我该怎么办，而是会让你变得更强大。每一次跟竞争对手较量，我觉得大家会绞尽脑汁，好像有点像是火力全开，把你所有的潜能拉满开到最大，你会变得更强，更有策略，更懂得在激烈的环境中去找到自己的定位。而且我觉得大家这种策略，就是你并不是蛮干，你并不是说我就是要一鼓作气，就是要跟他拼个你死我活，有点像是你们会去观察一下，因为有些人的出现他其实你也摸不清楚他是怎么样子的人，他是可以讲理的，还是他会把你一口气吞掉。所以也许你一开始还不能判断的时候，你就先后退，这个后退并不是逃跑，而是一个策略，然后等到你看清楚的时候再小心的去好像做决定，还是在决定下一步要怎么走。我觉得是一个很聪明的策略。对你们来说有的时候并不是争一口气，而是要在整个战争中活下来。就是你们要赢得的并不是一场战役而已，而是整个战争，你们是要笑到最后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很聪明，你们不会去好像逞一时之快，就是不会去为了一时这种小我的自尊去打乱了整盘大局，去好像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去乱了阵脚。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会知道怎么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去找到属于自己有利的位置。而且在这张牌的能量当中也有那种你可以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找到你的同盟，找到亦师亦友的伙伴。有的时候可能是团队跟团队的竞争，你其实会找到一群人，他是可以跟你互相激励，然后一起促进的。所以呢，有点像是透过某一个竞争，你们整个团队都会升级，你们不会被这样子权杖五的能量拖垮。相反的，我觉得它是一个你的助力，你们可以好像踏着权杖去跳到去升级到一个很高的地方。而且刚刚说过嘛，你们有人缘很多人看到你们就喜欢，有点像是直接的把你们从某一个混乱
状态中去拉出来哦。好，那他为什么会看到你呢？也许是这个人就是开启某一个这个项目的主导者、领导者，那你跟其他人一起去申请，一起去角逐，然后你进入到这个竞争的过程中，他看到你，然后他就选定你，把你拉出来，所以这个也是有点像是你为你们开了一扇大门，让别人就是让你的曝光率增加，让你的贵人有机会跟你连接，看到你。好，金币三，金币三呢代表团队合作，还有一些专业技能的展现。我觉得未来3到6个月内啊，大家很有机会可以在团队去这种团队合作的关系啊，去发光发热，或者是说你就是这个团队组织的领导者，把大家带领到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哦，你去激发其他人的一个潜能。不仅你自己升级到另外一个位置，还可能下面跟着你的一群小伙伴，他们也都被你拉高到不一样的位置。那有另外一个说法是，我觉得很可能这组的朋友你会借着团队合作的力量，还有某一种好像你很用心沉浸努力的事情上，好你可以一起被这个团队升级哦，有点像是你假设说你在的这个公司大家都很强，然后业绩不错，最后的分红很好，然后大家都有份，或者说你在那一个地方大家都很努力，无形之中也把你往前推着走，你正在一个潮流上，这个风口会把你不断的往前推，然后这样子往前推进的能量远远超过过去你一个人单打独斗的努力哦，就很像是你在建造一个很高级很漂亮的房子，如果只有一个人忙东忙西是很累的，进度也比较慢的。那如果有专业的团队一起分工合作，效率会很高，成果也更加的精致，更加的漂亮。你们生命当中来到你生命当中的人，绝对不是猪队友，他们都带有身怀绝技，都有专业的技能，然后你们可以彼此的交流，彼此共同的去分享一些很宝贵的经验。那在这样合作的过程中是出自于一个就是很真诚很信任的心，不是那种很单纯的利益交换。所以我觉得这个能量非常非常的珍贵，可以帮助你在蜕变的过程中真的少走很多很多的弯路。在工作上会发现有人真的他是愿意无条件的帮助你，教你一些专业的技巧，陪你面对一些难题哦。在这个时候大家除了用开放的心态去接受之外也要尽力的去回馈，这样子彼此的关系才会更加的牢固。那我觉得这个合作关系其实会就是会让你觉得轻松很多，因为你背后有人支持你，而且很多朋友我觉得你就是站在一个刚刚说过一个很不错的位置，这个位置大家都很强的话，自然而然就会把你推到一个高处，或者说当你周围的人能量很好，磁场很好的话，你自然而然也会受到他们影响。所以金币三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能量哦，周围的人影响你往好的地方前进。好，整个蜕变的过程中我觉得比你想象的更加的顺利，而且会去到一个比你想的终点更不一样的地方，更令你惊艳的地方，更突破跟超越之前你给你自己所设下的一个目标跟位置。好，接下来我们再看到下一张牌呢是猫头鹰。这张牌是你有点像是经验学习的一个总结哦。宇宙想要告诉大家说，过去的经验呢，它不只是伤痛，它也是很重要的经验跟智慧的来源。因为当大家在未来面对类似的课题的时候，其实你已经知道你不是过去的你了，你曾经学到的教训可以保护现在的你，保护当下的你，所以过去的一切经历都是非常可贵，都是非常有用的。好，
接下来这个是一颗很美丽的蛋哦。这张牌的意思是说啊，我觉得其实这组的朋友啊，你们脑海中有一个很美丽、很棒的点子，现在是时候让它诞生了。你可能常常都说你要准备好再行动，但其实宇宙告诉你现在就可以行动了，因为这个创造的过程，它就是一个好像在摸索。就是先开始，然后不断的摸索，不断的尝试，不断的前进的过程，这个就是一个创造。有时候你们脑海中可能懂了很多啊，学习了很多，但没有实际的行动的话，其实就创造不出那个美好。要把这个蛋孵育出来，就要先真的去孵育它。也许有些朋友啊，关于某件事情已经做了很多的储备，但实际的这个行动，也许真的很少很少。比如说有些人可能学习了很多财商的知识，也真的很认真读了很多的书，然后有了一些想法，但你并没有实际的投钱下去，或者说你并没有实际进入到这个投资的市场，或者你真的是投了非常非常非常小的一个数目，让你几乎好像无感的一个数目。宇宙有点像是既然你已经知道了，或者说既然你已经相信了，既然你已经决定要走某一个方向，或是要去完成某一件事情，脑袋已经有了一个很不错的点子跟想法，你为什么还不开始行动呢？好，去行动吧。就算你没有完完全全准备好，在行动的过程中，你也会有更多的想法，甚至有些事情它并不是你好像停留在某个地方去幻想，或者说去想象就可以知道，它真的必须要你实际的动起来才知道，我哪里还需要更加的去了解，或是原来执行上还有这些地方是你需要去克服，或者需要去串接的。宇宙告诉你说，其实你脑海中很美好的这个点子，很美丽的这个点子啊，它应该要被创造出来虽然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我觉得它是一个也是一个奇迹吧。很多朋友你们正在酝酿一些奇迹。好，下一张牌好，女孩呢骑着麋鹿前进这张牌啊，其实是告诉大家让你的内在小孩去玩一玩吧。人生不是只有成就跟责任，玩也是很重要，给自己一点空白跟留白的时间也是非常的重要。让自己的内在小孩出来透气一下，画画跳舞旅行跟冒险这些就是做这些事情甚至就是追剧什么都不做，好，看看窗外听听雨声喝喝咖啡吃下午茶。他们并不是浪费生命它是恢复你生命力的一个关键所以不要觉得说放空是一个罪恶，而没有放空跟留白非常的重要，玩乐也很重要，玩乐就是人生中的一部分，它就是能量的泉源跟来源，大家也要去重视自己的内心小孩的声音。好，接下来我看一下最后一张牌这是一张豹。我觉得这个豹跟你们前面抽到这个狮子有没有都是万兽之王的能量嘛，所以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给我一种就是你们接下来蜕变成的模样很像是一个非常优雅然后又非常坚持的一个形象。你们有一种很美丽，大家很想要靠近，但也有一点点好像不知道怎么靠近，有一点像是你的能量也许是你们蜕变的太美丽了，或者是说太帅气了，大家想要靠近很喜欢，但又觉得美到有一点距离感，美到好像 AI 一样，怎么办呢？就是好喜欢你，但是又觉得有一点距离，或是有些朋友你的是脑袋的大蜕变，可能变得非常的聪明，一下子爬到一个很高的地方，非常的厉害，大家很赞叹，但是又有一点可远观不可亵玩焉的感觉但也许这个好像也是你们要的其实你们好像不喜欢
跟很多磁场不合、能量不合的人在一起也许你生命中不需要那么多的人在你身边喧嚣，只有好像适合你的人留在你的世界就好了。所以也就是说，当你到达一个高处，那边自然也会有属于这个地方的人。那其他就是跟你磁场不合、能量不合的人，其实你也没有多余的时间跟心力去跟他们解释了。也许他们会去问你一些问题，你如何到达这里，或是说对于你这个人感到好奇，想要去探寻为什么你可以蜕变得如此美好，如此的美丽。我觉得大家愿意去讲，可是有些人并不相信你告诉他的这个过程有些人可能会去嫉妒或是什么样子。对于你来说其实你们会去保护自己，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你们有那种想要去救别人的心，可是救别人之前，你会先确定你自己是被保护好的，你不会为了救别人而牺牲自己。对，所以我觉得你们是有一种既入世又出世的感觉。你们一方面可以去下凡帮助到很多很多的人，但是另外一方面你们又有一种如果你想要把自己收起来跟关起来，其实你可以让别人找也找不到的能量。也就是说，总结来说，我觉得在未来3到6个月之后，你们蜕变的能量就是你其实有选择。所谓有选择就是我今天我可以吃很高级的东西，我也可以吃小吃。我并不是说我今天我很有钱了，我就一定要去餐餐都吃很贵的，然后都一定要买很高级的东西。你可以拥有自由使用金钱的权利，你的这个选择是真的你自由意志的选择，不是被某一个好像洗脑过后的选择，就是一定要去买一些什么来衬托自己。其实对你们来说已经不需要了。如果你会去买，也是因为你觉得你想要你需要，而不是好像被别人洗脑过后的资讯而去买这个东西，不是被广告媒体洗脑下做的决定，或是不是被社会舆论压力下去做的决定，而是你自己出自于内心去做的。也就是说，你们蜕变过后的样子，第一个，你拥有丰沛的金钱能量，因此给你选择自由。第二个，你们拥有清晰的头脑，你们拥有好像自由意志的决定。这个自由意志是出自于你的心，而不是被好像某一个社会氛围去形塑、去影响、去决定。然后不论是消费决定，或者是说人际交往的一些建议等等的，甚至是我觉得很多的时候这一组的朋友，如果你们想要的话，你们其实会走在一个时代跟潮流的前端，有点像是比如说我们小时候认知的科技跟现在认知的科技是完全不一样的。小时候我们觉得很新奇的东西，现在呢可能就是大家习以为常的日常。现在我觉得大家现在能量就是你们会走到一个时段的很前端，你们已经看到了未来20-30年后的一个样子。也许你们过的生活、做的事、说的话，你身边的人他是还不明白的，但也许时间过去了，在5年、在10年，他们才会去明白你现在做的事、说的话，跟你好像现在形塑的这一切。你们有这样子特别的能量出现在这一组的朋友。好，其实非常期待第3组朋友你们蜕变过后的能量我觉得这一组当中也许有好多那种改朝换代的人也许是这种科学技术方面这种就是天才嘛，或是某一方面这种知识领域的一个领导者，或是这种身心灵的领导者，或是某一个这种也许是在这种饮食口味
饮食的这种好像一个新的潮流被你打开，也许是某一种穿衣时尚的点子跟想法，被你启动，在某一个领域啊，你们说出来的话啊、点子啊，或形成的制度，会去改变接下来的朝代跟世代，有这样子革新的能量，真的非常非常特别。第三组的朋友，所以也蛮好奇是什么样子人会抽到第三组牌的能量哦。好，恭喜第三组的朋友哦，恭喜你们，期待你们的蜕变。那这边呢，也提醒大家，米娅的塔罗线上课程啊，现在有84折的优惠，课程已经快要上架完毕了。课程上架完毕之后呢，会调涨，想要加入的朋友可以赶快加入哦。那我们下支影片见喽，拜拜。